趙麗穎客串男救逍遙，3重硬傷致熱度被罰罪2碾壓。在流量與內容反覆博弈的當下，一部劇是否能真正出圈，早已不是靠一個名字、一個熱搜就能決定的事。逍遙開播前後，最大的輿論噱頭，毫無疑問來自趙麗穎的驚喜客串。醉夢仙君一出場，造型驚豔，氣質清冷，亦正亦邪的人設迅速刷屏，相關話題連續登上熱搜。一度讓人以為這部仙俠劇或許會複製老演員帶新劇的流量奇蹟，然而現實卻很快給了答案。趙麗穎的客串只能制造短暫話題，卻無法拯救一部內容根基薄弱的劇。開播數日後，逍遙的熱度不僅沒有持續攀升，反而始終被同期熱播的《罰罪2》全面壓制，播放量、討論度、口碑均處於不上不下的尷尬區間。問題究竟出在哪裡？從觀眾反饋與輿論走向來看，逍遙的失速並非偶然，而是仙俠劇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，在這部劇中集中爆發。仙俠劇曾經是國產劇最具想象力的類型之一，可到了今天，它卻成了套路複用率最高的重災區。逍遙的主線設定：三生三世，轉世輪迴，人妖相戀，宿命糾纏，千年羈絆，幾乎集合了近10年仙俠劇的所有高頻元素。問題不在於這些元素本身不能用，而在於他們的組合方式與敘事路徑已經被用到幾乎透明。萬妖之王與女主的宿命羈絆，被不少觀眾一眼看穿，撞梗戶心中的人妖戀公式。轉世再續前緣的情感結構，又讓人不由聯想到《犬夜叉》中早已被反覆討論的經典設定。當觀眾在第1集就能大致猜到人物命運走向，後續劇情自然失去了追下去的動力。更致命的是，劇情節奏並未在老套路中做出任何創新補償。沒有結構反轉，沒有人物視角的突破，甚至連情緒點的鋪設都顯得公式化。熟不是問題，熟到毫無驚喜才是致命傷。如果說劇情老套尚可忍受，那麼角色重複帶來的審美疲勞，則直接動搖了觀眾的耐心。男主由侯明昊飾演，再次出演大妖非人族背負宿命的角色類型。這一設定幾乎與他在護心中的形象高度重合，從外形造型到人物性格，從壓抑隱忍到為愛犧牲，觀眾很難感受到明顯的區分度。並非侯明昊演技退步，而是角色本身沒有給演員提供任何新的發揮空間。當同一種氣質、同一類情緒反覆出現，觀眾自然會產生看過了的心理。仙俠劇最忌諱的，並不是演員流量不足，而是角色被類型化消耗。一旦觀眾無法在角色身上看到成長、變化或反差，情感投入就會迅速降溫。從外形上看，譚松韻幾乎是為靈動少女型女主量身定做，娃娃臉、清澈眼神，自帶親和力的氣質，本應與逍遙中機靈可愛、元氣十足的女主高度適配。但真正讓觀眾頻頻出戲的，卻是她的聲音。角色設定是清甜、活潑，帶點少女嬌憨感，而譚松韻的聲線卻偏成熟，略顯沙啞，缺乏該角色所需要的清亮感。於是便出現了觀眾最常見的吐槽：看臉很貼，聽聲就出戲。雙引號，這種外形與聲線的割裂，並非演員個人能力問題，而是選角與角色定位匹配度不足所導致的系統性失誤。在高度依賴沉浸感的仙俠劇中，一旦觀眾頻繁被拉出劇情，角色魅力就會被迅速消耗。如果說劇情是骨架，人物是血肉，那麼在仙俠劇中 ，CP 感就是靈魂。遺憾的是，逍遙在這一核心維度上幾乎全面失守。譚松韻與侯明昊同框時，
並未呈現出宿命戀人應有的張力，反而給人一種明顯的年齡與氣場錯位感，更像大姐姐帶着小弟弟闖關升級。眼神互動缺乏火花，情緒遞進不自然，親密戲份顯得生硬而尷尬。在需要承載百年深情的劇情中，這種缺乏默契的表現很難讓觀眾產生代入感。而回看近年成功出圈的仙俠劇，無一不是靠高濃度 CP 感引爆討論。當情感線失去吸引力，劇情再怎麼推進，也難以留住觀眾。不可否認，趙麗穎飾演的歲夢仙君是逍遙中最具討論度的角色之一，造型完成度高，人設亦正亦邪，氣質與表演均在線，短短戲份便貢獻了大量名場面。但問題在於，客串永遠只能是加分項，而不是托底項。當主線劇情缺乏吸引力，男女主難以建立情感連接，再耀眼的客串也無法長期支撐一部劇的熱度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播出的《罰罪2》，該劇憑借快節奏推進、高密度反轉、寫實風格與強烈爽感，牢牢抓住了觀眾注意力，熱度持續領跑。這恰恰說明，當下觀眾早已不再為噱頭買單，內容質量才是唯一通行證。結語：仙俠劇的未來不在流量，而在重構。逍遙的處境並非個案，而是當下仙俠劇集體面臨的縮影。當套路被無限複製，當角色被反覆消耗，當情感線淪為形式，觀眾的耐心終將耗盡。趙麗穎的客串無法挽救一部結構性失衡的作品，流量的短期紅利也掩蓋不了內容創新的長期匱乏。仙俠劇若想真正突圍，必須回到創作本身，在世界觀與敘事結構上做減法，在人物塑造上做深度，在情感表達上追求真實與克制。否則，再多的頂流加持，也只能制造一陣熱鬧，卻留不下真正的觀眾。2. 趙麗穎3分鐘殺穿逍遙。譚松韻少女感爭議難掩劇集口碑滑坡。S+ 仙俠劇《逍遙》開播即現輿論漩渦，戲外的話題熱度遠比劇情更吸睛。這部由譚松韻、侯明昊領銜主演的大製作，如今全網討論焦點竟集中在僅客串3分鐘的趙麗穎身上，從背影海報引爆熱搜，到0.3秒眼神切換封神，她用一場友情客串碾壓主演，而譚松韻的少女感爭議劇集收視口碑雙撲街，更讓這場資本博弈暴露無遺。逍遙的宣傳策略堪稱迷之操作。開播前平台海報僅印2番男主侯明昊，1番女主譚松韻，直接查無此人，粉絲怒批制作方質疑其扛劇能力。反觀客串的趙麗穎，僅憑一張歲夢仙君背影圖片空降熱搜，話題閱讀量一夜破3億。網友調侃這劇像趙麗穎主演，粉絲都嫌尷尬。這種重客串輕主演的傾向，早已為劇集的口碑失衡埋下伏筆。趙麗穎的3分鐘出場，堪稱年度名場面。此次客串源於與導演徐紀周的10年之約，10年前醃制的約定終在逍遙兌現。他零片酬參演3天，卻深度以監製身份參與角色重塑，將原本臉譜化的反派改成因愛生恨的複雜形象。劇中他一人兩面，表面是溫潤醫仙，實則是幕後黑手。0.3秒內完成眼神從悲憫到陰鸷的切換，網友直呼2015年小谷喊疼，2025年他讓三界疼。從甜妹到仙尊的破壁式轉型，驚豔全網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主演譚松韻的困境。35歲的她挑戰17歲少女逍遙，高清鏡頭下演周戲文，僵硬蘋果肌盡顯違和。溪邊玩水戲被吐槽滿臉歲月痕跡，毫無少女靈動感。儘管她一人分飾兩角，
兼顧100年前隱忍的寧安公主與100年後活潑的逍遙，表演難度拉滿，卻因角色適配度爭議與趙麗穎的熱度壓制，全程淪為背景板。粉絲委屈喊話，手握錦衣之下等爆款的扛劇女王，終究敵不過資本的流量博弈。雙引號，男主侯明昊則徹底隱身，同期與娜扎主演的《玉明茶谷》討論度更高，導致其在逍遙中存在感極低。而劇集本身的質量更撐不起前期熱度，豆瓣開分6.8分，央視8套午間檔收視僅0.4%，視頻平台熱度未破5000，與800萬預約量形成慘烈反差。觀眾吐槽劇情老套如犬夜叉低配版，男女主 CP 感薄弱，3億投資5萬平米實景搭建，終究敗給了敷衍的劇本。戲外的粉絲大戰更添火藥味，有網友翻出《青雲志》中兩人並肩作戰的過往，對比此次逍遙的正邪對立，戲外粉絲互撕升級，更有觀眾自發眾籌加戲，要求將趙麗穎改為隱藏女主或雙女主黑化，創下仙俠劇宣傳時罕見場面。這場鬧劇背後，是製作方對原創內容的不自信過度依賴趙麗穎的流量引流，卻忽視了劇集核心質量與主演努力。逍遙的爭議更是當下影視行業怪象的縮影。譚松韻面臨的甜妹標籤固化困境，是同齡女演員轉型的共同難題，而趙麗穎以3分鐘戲份撬動行業趨勢，讓中年仙尊角色佔比同比提升27%，為仙俠劇演員的職業延長提供了樣本。但資本過度迷信流量客串的短期熱度，終究難以留住觀眾，畢竟再驚豔的客串，也救不了敷衍的劇本。如今逍遙的口碑滑坡已然證明，影視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從來不是流量堆砌，而是扎實的內容與精準的角色適配。趙麗穎的3分鐘驚豔終是曇花一現，譚松韻的轉型努力值得尊重，唯有摒棄流量依賴症，深耕作品本身，才能真正贏得市場認可。